vivo X300 Ultra 发表同时带来2颗全新的增距镜，一颗是 2.35 倍的 G2， 另外一颗是 4.7 倍的 G2 Ultra。相信大家对这2颗镜头一定非常的好奇，这集会有实拍实测以外，也会有科普，大家要看到最后哦。嗨，大家好，我是 Kissplay。vivo 从 X200 Ultra 开始，把增距镜变成手机的重要配件。不过在当时，无论是操作界面或是稳定度上都有些欠缺。但在 X300 Pro 推出后，除了操作界面大升级，几乎把所有的模式都可以适用增距镜外，也一举把长焦镜头的防守阵提升到 CPA 5.5， 也让增距镜装上长焦镜头后的稳定度大增哦。但 X300 Ultra 推出后更夸张，直接把长焦镜头的防守阵能力拉到 CPA 7.0， 更让大倍率的增距镜得以实现。这是推出等效 200mm 2.35 倍的 G2， 还有等效 400mm 4.7 倍的 G2 Ultra。相信大家对这2颗镜头都有不少疑问，像是实拍的效果如何啊？装上去后会影响进光量吗？拍摄会稳定吗？ X300 Pro 也能用这2颗增距镜吗？为什么这2颗镜头的影像是相反的？不能透过镜头的设计转正吗？这一集除了实拍以外，也会一一解答这些问题。那我们就开始吧。这是 vivo 推出的增距镜，第一款是 G2， 虽然与前一代一样都是 2.35 倍，但比起前一代更小更轻，长度只有 96mm， 重量也只有153公克。而等效 400mm 的 G2 Ultra 放大倍率是 4.7 倍，这款就真的比 G2 要大不少，长度是 116mm， 重量是248公克。但如果要跟传统相机的 400mm 定焦镜头来相比，G2 Ultra 真的好带太多哦。那镜头安装部分也不会太难，增距镜跟底座都有黑点的记号对准之后就很容易安装，拆卸也只要按下一下卡榫就可以转下来。虽然说 G2 Ultra 的体积重量大了一些，不过以手持的便利性来说，比起前一代要更好，因为这是长焦设计是在底下所以镜头装上后手持会更方便，手指直接靠在镜头上就可以了。这2颗增距镜的最近对焦距离其实差距不小。G2 呢只有 1.2 公尺，加上非常的轻巧，很方便街拍使用。而 G2 Ultra 最近对焦距离是3.8 公尺，这就不是让你用来街拍的但它作为生态摄影或是长距离摄影的话，会非常的适合。那专业套装手把这次也有不同的设计，多了一颗方选键，可以自定义切换功能，但目前只有看到录影中拍照、进入跟退出相簿，还有开关增距的功能，其实还蛮可惜的建议可以作为涡轮功能切换会更为实际一些。而涡轮就像前面所说的，需要在设定界面中选择涡轮的功能，功能非常的多，但不能直接在按钮上切换那这一点我就真的要强烈建议 vivo 一下下一版应该要去做些调整。手把本身具备2300毫安时的电量，充电时只要按3下充电钮就可以开始，结束时也同样按3下。那至于手把到底需不需要，我认为如果真的要当成相机使用，有手把的话，握感会好很多，拍摄也更方便，但携带便利性就会降低一些但我自己觉得是蛮需要的啦。不过这个就让大家自己考量咯。那软体部分跟前一代一样，几乎所有拍照、录影功能都可以使用。唯一差别是这是装上镜头后必须要选择哪一颗镜头，才会依照不同镜头提供更好拍摄的稳定度，还有正确的焦距资料。如果选错跟数位防守阵效果，会完全无法匹配所使用的镜头。这点最后聊 X300 Pro 是不是能够使用这2颗镜头时，会实测分享。接上增距镜之后，进光量跟画质会不会减损呢？如果以传统相机的后置增距镜来说，基本上就是尝试一定会减损。不过如果是前置增距镜，只要不要改变镜头的有效光圈直径，通常就不会影响到进光量。而 vivo 这2颗增距镜就是属于前置增距镜，那是不是真的不会影响到进光量呢？我们直接来做实验。在同样的光线亮度下，使用专业模式，控制快门是1/60秒 ，ISO 是1000，白平衡是5000K。G2 Ultra 跟 G2 都设定为 400mm 焦距 ，X300 Ultra 呢，因为专业模式最高只有 230mm， 所以等等会裁切来做比较。拍摄后可以发现，除了数位变焦跟背景虚化的差异外，在亮度表现上几乎完全相同。也就是说，加上这2颗增距镜，并不会影响到进光量，所以使用上大家可以不用太担心。另外就是为什么这2颗增距镜的成像是反的？
因为设计上为了让画质尽量不要受影响，放大倍率会更好，所以是采用克普勒式的镜头，所以成像是倒立的。其实镜头内也可以加入不同镜片来让影像变成正的，但是体积跟重量就会提高很多，那画质跟进光量也会受到影响。所以，如果可以用软体简单反过来就完成动作，那就不用在硬体上下手了。接着来实拍啦，为了比较受空气品质影响成像，我们直接在室内做测试哦。先来看完全没有经过 AI 修正的拍摄能力，也就是使用专业模式来拍摄。200mm 的 G2 放大到400mm 大概就是极限了哦，而400mm 的 G2 Ultra 大约可以到1600mm 左右啊。当然 ，vivo 在一般模式下拍摄都有着 AI 修正的功能。G2 Ultra 真距镜一直到1600mm 才有明显的数位感，而 G2 Ultra 部分只是到3200mm 后啊才明显有数位感。知道大致上的能力范围之后，我们就进入实拍。先来看200mm 的 G2 真距镜，会以手持拍摄街景为主。那在拍摄时，手指的稳定度非常的好，虽然超过1600mm 的画质并没有太理想，但在预览拍摄时啊，非常好构图，因为稳定度非常的高，所以要对准画面也不会太费功夫哦。那使用真距镜街拍，除了可把物体拉近以外，非常优异的画面压缩感可以让照片呈现不同的氛围哦。那1.2公尺最近对焦距离虽然不算太近，但是还是能拍出很好的特写，还有背景虚化。那接着我们分享几张作品给大家参考。录影部分也很稳定，不过望远镜头在拍摄远景的时候，画面很容易受到热气跟空气品质的影响。不过那种微微画面的扰动感也是另外一种氛围啦。接着看400mm 的 G2 Ultra， 拍摄以手持拍摄鸟类为主。除了鸽子跟外来种的八哥算是比较不怕人以外，其他鸟类大多警觉性非常的高，甚至距离30公尺远，只要镜头一拿起来，它立刻就飞走了哦。除了400mm 镜头加上 AI 强化，可以在1600mm 还能拍摄清楚外，X300 Ultra 的抓拍也是更容易可以抓到好动的鸟类哦。接着分享几张作品给大家参考。录影部分也非常的好用，手持拍摄稳定度非常的高，拉长镜头也都能拍下顺畅的影片。就让大家看一下影片咯。这两颗真距镜推出时 ，vivo 官方说明 G2 可以适用 X300 Pro， 但 G2 Ultra 并不支援 X300 Pro。许多朋友应该觉得很困惑，明明镜头都可以装上去哦，那为什么不能用呢？我们现在从安装看起哦。那 X300 Pro 装上 G2 时完全没有问題，也很容易拆卸哦。那 G2 Ultra 呢也很好安装上去，但拆卸时卡榫的按键会被镜头挡到，所以不太容易拆下。而 X300 Ultra 呢，把卡榫呢设计在外面往外延伸，所以拆装部分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接下来看实拍的部分
X300 Pro 搭配 G2 来拍摄，基本上没有太大的问题，画面稳定度也非常的好。但装上 G2 Ultra 时啊，除了无法正确显示焦距数之外，画面预览也会乱飘。也就是说 ，vivo 并没有帮 X300 Pro 放上 G2 Ultra 适用的数位防守阵演算法。不确定未来会不会有机会支援，但现阶段完全不建议X300 Pro 搭配 G2 Ultra 使用。拍摄手把部分，新的手把是完全可以装上 X300 Pro 的专业套装壳哦，但装上之后完全没有办法使用，所以这部分也分享给大家知道一下哦。所以这只适用于 X300 Ultra。整体来说，这次推出了2颗增距镜，我觉得实用性都非常的高。200mm G2 在街拍部分可以让构图跟拍摄氛围达到以往只能用单眼拍摄的想法，而400mm的 G2 Ultra 让手机总算可以有机会拍摄生态。当然要很专业，请乖乖的背上大炮加上单眼来拍。如果像我一样就是兴致来了想拍一下鸟类 ，X300 Ultra 加上 G2 Ultra 就是非常好的选择。以上就是 vivo X300 Ultra 搭配2颗增距镜的实测，感谢大家收看这期节目，希望大家也会喜欢这次的内容。如果有任何建议或问题，也欢迎留言让我知道。我是 Kissplay， 下期见喽，拜拜。